台北市内景点第2弹来啦！再度跟着木子云一起去看看还有哪些室内景点跟周边美食吧 ！Let's go！ 从捷运古亭站2号出口出来，沿着同安街一路走10分钟多，可以来到纪州庵温泉森林。纪州庵初建于1917年原本是平松家族经营的日式料亭，因为紧邻新店溪畔，景色宜人，成为了城南居民的生活重心。1950年代2战后，纪州庵转为公务人员眷舍，小说家王文兴曾经居住在这边。2004年呢，纪州庵遗址被定为台北市市定古迹，入内是免费参观的哦，要脱鞋穿袜，一进去仿佛来到日本啊，有着浓浓的历史味道。原本的本馆跟香港已经烧毁了，现在剩下里屋跟连通走道，里面的这些榻榻米啊，都可以坐下来休息哦。里面还有一些展览，我们去的那天呢，刚好是琼瑶的特展，踩着榻榻米看展览，特别有 feel。子弟阿康，熊燕子。整栋建筑呢十分通风啊，我们来那天大概30度，也不会到很闷热。工作人员说，假日的时候啊，会有很多的外国学生带着笔电坐在廊道这边，边欣赏外面的榕树草皮，边使用电脑，超糗。纪州庵温泉森林目前还涵盖了一栋透天独立3层的主建筑哦，里面有个风格茶馆，可以吃饭，门口有卖手做冰棒，夏天来可以吃一支香香薯，有贩卖明信片，还有一间森林书屋，这里不时也会举办艺文活动，无疑是台北的文学基地啊。爬上旁边的天桥，看过去就是古亭和平公园，从这里可以眺望新店溪，如果天气不错的话，可以下去走走。参观完日本建筑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吃日式简餐，点了一个日式便当，还有主食肉、鱼、蔬菜，还有2样副菜，还有附1碗汤。吃下来口味算是中规中矩哦，没有到很突出。烤鸡腿定时，点定时的差别还是额外还有2碟小菜，还有附茶碗蒸。那个人是觉得茶碗蒸是最好吃的，比主食都还好吃。整体算是一个吃情怀加 CP 值的店。我们来到的是咖博馆，从捷运中正纪念堂站步行约8分钟可以到达。它是一家不限时的咖啡厅，那它的咖啡还蛮好喝的。我们是在这边吃早餐的，像是披萨、意大利面或是一些早餐拼盘这些等等的都有贩卖了。不过味道吃起来就相当的普通，但不限时，所以它还是很超值的。咖博馆旁边是家乐福影响力概念店哦，店内实现了减少食物浪费、健康生活、以人为本等精神哦。整体装潢用2手家具跟回收木架打造的，有些东西甚至比家乐福里面还便宜，可以逛一下。那大概在步行3分钟就可以来到邮政博物馆，它的门票很特别，直接是明信片，干完戳章后可以寄出哦。我们去的时候6楼展场在更新中，那我们是搭电梯到5楼，然后一层层往下逛。5楼是邮票世界，这边简直是图库原创天堂。即便没有集邮的喜好啊，喜欢欣赏插图创作的人绝对会爱死这里。消费者本身就做设计的，光是这层楼啊就看1个多小时，因为它展出了很多难得一见的限定邮票。尤其是这个世界各国邮票展览室，可以认识不同国家的邮票啊，每个地方都各有各的特色，超级好看。日本的真是美到不行。这个奇幻星空的邮票展也蛮特别的，里面有展出一些跟星座有关的邮票，还可以自己设计一幅插画，收集印章，了解邮票的印制过程，动一动，扭一扭，一张会跳舞的邮票。是哦，儿童游园这种超级好玩的，虽然我们是大人了，但也从中认识了超级多跟邮票有关的知识。这里也可以拍出蛮多可爱的照片，有很多的互动装置，让小朋友迅速认识邮政业务。
其中最厉害的应该就这一区了，它每个柜台都可以让你互动，拿指定的卡片放上去，就会有不同的邮政业务，可以让小朋友练习操作。看向窗外可以看到牯岭街小剧场3楼是邮政历史的常设展，在这边可以看到从前邮差是如何辛苦送信的，跋山涉水的超人。哇，这邮差蛮帅的哦，有个可以欣赏影片的环形剧场。邮差的脚踏车，邮差的机车，邮差的各种车，所谓明信片，各国的邮筒。2楼重温经典区，这最好玩的是这个体验当邮差，看你可不可以把信投递成功。骑完腿超酸的。云不然选到山路，差点把自己搞死。确定了此生不适合当邮差。花莲的行动邮车，哇，在花莲送信真不容易。台湾各地的风景邮戳展示，1楼还可以购买邮票哦，但比较特别的都卖完了。我们选了这个 Burpema 的邮票。过个天桥，对面就是228国家纪念馆。听说这个馆很值得参观，所以我们也来看看吧。里面一共有3层楼可以做参观，免费的。1楼有洗手间，又有饮水机，主要这边是办公空间呢。展览多半集中在2、3楼，不过已经来看到一些简单的文字跟图片啊，就已经开始沉浸在228事件的氛围中了。那我们前往2楼看它的常态展吧。这边主要有10个区域，区1是事件的背景，再来往前走会介绍事件的爆发，之后可以看到全面抗争。走上坡道可以看到安抚与吊瓶，也就是当时政府的2面手法。再来就是镇压与屠杀。区6是受难英灵，区7受难者之枪，区8虚无真之桥，区9伤痕之翼，区10受难者档案高塔。当天我遇到了一些228事件的受难者家属，他们边看这些展览边抽搐的背影，让我们仿佛有回到历史当中。其实在看展览的时候就已经不断眼眶泛泪了，这就是一个真真切切发生的历史事件。我们没有活在那个年代，但那个年代所有的一切都牵动着我们现在的生活。这边还有禁书时代的展，威权政府时期，想说不能说，想看不能看。3楼是特展区，这趟来碰到的特展是关于香港人权的作品展。吃饭去转换心情，来到中正纪念堂站旁边的南门市场，我们来吃这边最有名的合欢刀削面哦。因为那天来的时候啊，竟然排不到10个人，平常都大排长龙。番茄煮牛肉面。它的刀削面啊偏厚，但是蛮好咬的，有些许的面粉感哦，每口都可以吃到不同的口感。牛肉是真材实料的薄肉片，很嫩，不会咬不断。汤头算是一大特色，感觉熬做了很久，味道相当浓，可以看到满满的肉渣啊，整体的味道还不错，番茄味不重，吃久了会有点咸。酸白菜煮牛肉面，通常大家的印象是酸菜白肉，但没想到跟牛肉打起来也非常的配哦。它酸白菜的汤头非常的酸，甚至比酸菜白肉锅店的汤底还酸。喜欢酸的人应该会喝得很爽。听说这个光阴客栈的鱼丸汤很好喝，点雷的超值套餐 B 餐，它的汤头清甜爽口不死咸，萝卜煮的相当软嫩，而且够大块，不会吃起来很空虚。重头戏鱼丸，它的外皮超 Q 弹，肉质也很好，带汁而且新鲜，搭配细面啊，吃下来相当有饱足感。小菜有油豆腐、川耳、豆干3选1，女人选了油豆腐，吃起来很软嫩。来吃这家正味羊肉的手工油饭，店家特别提醒淋的是牛肉哦，它的油饭啊是带有麻油香的，主要的咸味都来自培亮，米饭硬度刚刚好，还不赖。它的花生也很好吃，来这个豆花当甜点吧。它豆花一吃就知道是超传统的那种入口即化蓬松型的，喜欢扎实口感的可能会独爱哦。它的芋圆口感还蛮 Q 的，汤水也蛮刚好，吃完不会甜到不适。B One 这家 J Sweetie 甜点店很红哦，大排长龙。听说这家凉凉糕点小铺也不错，我买了一个它周末限定的焦糖卡布丁。位在金山南路2段巷子里的0KN 商务所，这是一座见证台湾100年历史变迁的丁屋宿社区呢。
最初它是建立于日治时期，作为总督府山林客的宿舍使用。园区内它包含了3栋百年日式建筑，还有户外空间，占地大概500平。这里除了保存基地内的10棵市定受保护老树之外，更应用了上百种的植栽，展现不同海拔与年代的森林景观哦。户外绿地划分为4大景观主题区：副森林、里花园、次森林与时光巷。林 KN 商务所位于巷内，所以周边很静谧。一走进来就有被满满老树包围的森林感，马上忘记这里是台北市呀。里面有些小店可以逛，还有下午茶可以吃。建筑的木头香会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。逛逛走出来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又可以再继续逛。进来这里时间好像变慢了一样啊。这边它提供了精心策划的主题选物和感知体验哦，与近140组品牌的跨界合作，绕着台湾山林的制造、疗愈、探索、风土4大主题，现场呈现了超过2000件的丰富多样选品。要说的话，这边有个小缺点，就是有可能会被蚊子叮，所以最好喷个防蚊液哦。墨子宁觉得副森林这一区特别的感动了。这里曾有日据时期的木构屋舍，后来因为火灾重建了，居民亲手植入了新生的树苗树种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充满韧性的复层森林。那我们到它的对面那一侧看看，对面那一侧是展览区。看展前呢，我们先绕着外围走一圈。一样充满森林感哦，台北是难得有空气这么清新的地方啊。这个展间入内是要脱鞋的哦，踏上这个木头地板啊，让人觉得十分舒服哦。它这边会有导览活动哦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。天气超级热，就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吹吹冷气，认识木头，闻闻木头香，好享受啊。这个走廊也超舒服的，坐在这里看着外面的绿地，里面有很多厉害的手工木头作品，充满了职人精神。在这边小心荷包可能有点守不住，因为东西都好精致、好漂亮哦。那逛林 KN 商务所，我们来看它周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吧。它对面就是景安公园，步行跟3分钟可以来到国立师范大学。有兴趣也可以来师大美术馆看展览哦，这个建筑超级特别的。从师大美术馆步行约2分钟可以来到敦煌画廊跟青田茶馆。一样，这边都是由日式建筑打造而成的。走进去觉得非常的清幽，古色古香。想在这边用餐的人，记得一定要定位哦，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没有定位，现场已经没有位置喽。旁边有一间叫和和青田的，有茶席体验。从这边步行1分钟左右，可以来到蒙藏文物馆。它的1楼是文物展览，3楼有常设展。步行3分钟来到隔壁的青田街6巷，这间店叫一语 Island， 它是间选物店，也是一个艺术空间呢。地下室有个小小的展览空间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这个展览不定期的都会做更换呢。
我们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成为永恒的片刻的展览，是关于构树纤维创作的个展，是由黑色圈养团队所创作。这个主题围绕着土地与时间，随着时代推进与长辈的凋零，生命转瞬即逝，渴望在无垠的时间轴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片刻光亮。这个概念很美，展出的作品也很优雅。来到信义区的 A11，这边3楼有个宝可梦中心台北，但木子云不喜欢叫它宝可梦，所以我们私心叫它神奇宝贝中心。之前刚开幕的时候人爆多，但从来没有来看过，所以稍微来看一下吧。已经有好多都不认识哦，只认识初代的神奇宝贝。有人像我们一样这么介意宝可梦跟神奇宝贝这样子的称呼吗？因为就觉得神奇宝贝才是他们的名字啊，那才是小时候的回忆啊。逛下来觉得没有很大间呢，还有它超大间，不过工作人员态度超好的，非常非常的活泼啊。A11的1楼常常会有些快闪店，我们那天来的时候是看到柯达的快闪店，就稍微来逛一下吧。那整个店啊布置得很可爱，拍照很好看哦，还有拍贴机。那我们来 A11这边的 B2 吃这个强田本庄轩，它是开放式现点现做的铁板料理。夏天来一杯葡萄气泡水，一定要的吧？这现炒青菜，烫口，调味不会太 heavy，40人这样分量 OK。番茄鸡肉炒面完全没想到这么大盘呢，整体味道是有点偏甜的，但是吃下来不会到很腻口哦。菜非常吸汁，肉也给的够多，吃起来超有饱足感。这是牛筋蒟蒻大阪烧，这是儿童 size 的哦，额外还加了一个欧姆蛋，欧姆蛋超级大一片哦。不过儿童 size 的大阪烧就其实蛮小的，是隐藏在后面。那牛筋跟蒟蒻是拉在一起的，吃起来有点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。不过整体的味道还不错。煎饺也太迷你了吧，根本吃不够啊，很好吃，吃下来会喷汁哦，而且底部超脆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 A13， 看到这个史迪奇，这个狗狗跟史迪奇拍照太可爱了。穿过假日市集，稍微看一下。来 A13 干嘛呢？因为它的3楼这里有全台首间乐高授权专卖店，也就是旗舰店。它入口处旁边有个平息天灯的乐高墙，除此之外，最具特色的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乐高展，都是台北的街景哦。看了真的是觉得超级有 feel 啊！看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变成这种小小的乐高模型，心中莫名的有种激动感。这个台北桥机车瀑布真的很好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的乐高作品可以欣赏，即便没有要购买啊，把这里当成一个小小的乐高博物馆做参观也是可以的。看了真的会手很痒，好想买哦！呵呵。这里还有个乐高墙，跟一些乐高可以让你免费玩，小朋友在这边玩得不亦乐乎。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间新开的咖啡厅，它位于富邦 A25 商业大楼的33楼，旁边就是陶出影园。那到 B1 请工作人员 B 卡进入。电梯5秒就到33楼了。
它是采整间纯白的挑高空间，视野超好，整个信义区尽收眼底。但客人真是爆炸多啊，完全没有位置，需要预约才会有哦。不过我们打电话是完全打不进来的，现场后位大概要排1个多小时哦，人满为患啊。地上100多就有了，甚至有品相不到100元，所以人才会这么多啊。之后应该就会改菜单了吧？那来带大家看看这间景观咖啡厅看出去的景。桃竹里面就在我们脚下，第一次这样看它的停机坪耶。这栋的旁边就是富邦美术馆咯。往101捷运站的方向走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吉米月亮公车，它是台北市一个结合艺术与交通特色的景点，由房仲企业跟插画家吉米合作，以吉米的绘本《月亮忘记了》为主题设计而成。公车外观呈现出温馨的梦幻色彩，它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哦。里面有开微微的冷气，小闷，但坐着休息一下、拍拍照还不错。我们是白天来的，晚上来会更有气氛，它是开到晚上9点。再往公车的后头走，会有个小惊喜哟！来到一个很童趣的空间，在这里欣赏一下吉米的画作吧。那都来到这里了，可以去看看世贸一馆，它常常会有免费的展可以参加。我那天来的时候刚好是宠物展，看到超级多可爱的猫猫狗狗，还有很多的闹闹需要我们帮助哦。因为家里不适合养宠物，但是看到这些狗狗，心都快碎了。天哪，超小只的小奶猫，领养代替购买哦，大家可以多多帮助它们。除了猫猫狗狗，也有爬虫、昆虫的区域。龙猫，好大只。其实这是大只的老鼠。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台北馆坐落于忠孝西路与怀宁街口，建筑的前身是1937年落成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台北支店，主要的展览位于2、3楼，目前是免门票参观。我们来的时候是诸神与众生的展出，人类进入现代之后成为世界的中心，透过技术观看世界，使诸神隐退。然而远离诸神的众生，即使文明进步，内心却仍难觅栖居之所，遍寻不得彼岸。于是摄影家开始以影像再现对神的探寻，无论是思念或思辨，皆借此提醒、提问着自己或观者。正如诸神与众生两种词义，虽各隐含着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思维，然而在台湾文化的包容与承转中，亦似乎存在着相融且互通的生命关照与生活探问。本来想说免费的展览应该没有太大的看头，但看完让我们非常惊艳，情绪大受影响，陷入深度的沉思与反省。除了展览本身的主题非常值得深思之外，因为没什么人可以安静的欣赏，加上建筑的空间设计颠覆平时看展的死板格局，让人更有压迫感和代入感。音效的部分也很震撼，相当沉浸式的看展体验。1楼出去还有个户外区，可以在这边晒晒太阳，坐着休息聊天。1楼有间咖啡厅 Coffee Two， 低消是1杯饮料，空间是开放式的。旁边是未来室，有许多小摊位所组成。往最里面走是光裕摄影书室，可以在这边稍作休息，翻阅珍贵的摄影书籍。步行约5分钟，来到美术系拉面，来这边吃午餐。
特浓豚骨拉面。它可以选择要日本咸还是比较清淡的口味哦，也可以选择面条，吃起来味道不是死咸，也不会很油，算是刚刚好的呢。面体稍微偏硬，叉烧软嫩，配料比较单调一点。再看看木子点的部分，这是凉拌绿花椰，我们选了胡麻酱，分量有点少哦，酱很多，很咸。鲑鱼刺身有2片，木子点了炙烧的，吃起来还挺新鲜的哦。明太子叉烧饭，这我们另外加了一颗温泉蛋哦，这道比想象中的好吃太多了，非常的惊艳。它调味恰到好处，里面满满的料，加上温泉蛋，整个口感更神奇。没想到这样一碗才60，真的是太值得了。饭后甜点来个焦糖烤布雷，真的是刚刚好。它的布雷很好吃，绵密，3两下要吃完了。脆脆的焦糖带有一点苦味，很赞。